前世新婚夜，我惨遭魏家算计，被下药错与魏大长兄同房。你不是魏哲，苏令月，你不知廉耻！我没有，他是我兄长，你却同他在一处。我被人下了药，我动不了。那你为何不寻死？什么？既丢失清白，你就该为我以死明志。我重生了。小姐，这是魏二公子托人送来的。前世我就是因这一眼点了头。令月，可中意魏二公子？没有眼缘，难成夫妻。怎会没眼缘？魏二公子在京中素有才名，且容貌俊美，你莫不是没瞧清他模样？看清楚了。终身大事，我比谁都上心。前世我也瞧得清清楚楚。既瞧了清楚，你该晓得他很好，爹娘也难寻比他更好的郎君了。好，若他真好，前世怎会把我的命看得那样轻？前世爹娘疼我，势必要为我找天底下最好的郎君，挑挑拣拣大半年，直到没人拿庚帖上门。京城魏家二公子与苏姑娘年纪相仿，不仅容貌出众，才情也极好。3岁能识签字，5岁落笔成赋，小小年纪满腹锦绣，是少年天才。魏家门第比咱们更显贵，父母安在，且都通情达理。只是魏家还有位大公子，如何？身有残疾，少了条胳膊，腿也不便，脸上还有疤。魏大公子婚期蹉跎，魏二公子如今倒要赶在兄长前头。令月，此事你也该知晓。魏家高门大户，就算魏大公子一生不娶，家中也是养得起的。你嫁过去，只需敬着这位兄长，旁的无需你操持。爹娘为你挑了大半年，差一点都不肯。你若点头，爹娘便托媒人回话。但凭爹娘做主。魏二公子亲自来迎亲，给足了姑娘体面。这般好的儿郎，今日过后就是我苏令月的夫君。新娘子的容貌，只可在今晚让夫君窥见。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我曾以为我能和爹娘一样，从此夫妻顺累，万事和谐。姑娘，可是饿了？有些噎，奴婢去找茶水。糟了，嘴角可擦干净了。魏家规矩，先喝合金酒，再掀红盖头。高门大户总有些规矩，我既嫁入魏家，便该听从。娘子，往后我会待你好，此生不离不弃，绝不相负。娘亲说过，床榻之上只管听夫君的。你不是魏征，你是谁？魏安，我动不了了。魏征呢？昨夜为什么会是你？昨夜他就离了京城，去往边关，至少3年才能回。荒唐！原来从迎亲到和清酒，全是算计。继木已成舟，日后我便是你的夫君。
放心，我会对你好的。少夫人，奴婢来为您梳妆打扮，奴婢伺候少夫人梳洗。昨夜竟出了这档子事，令月，你是名门贵女，该晓得心腹与他人有染是要被处置的。可我魏家到底不忍。也罢，就当昨日征儿是替兄迎亲。替兄迎亲，洞房已成，你还想如何？你若认下，还是魏家妇；你若不认，苏家也要跟着蒙羞。对付公堂，他们敢做，必然早有准备。此事闹大，京城不会再有我的容身之地，族老会以我为耻，会逼爹娘处置我。令月，可我想活着，我还有爹娘，我不能死。儿媳认下，换个夫君，过完余生。原来这就是我的命。往后3年，我和魏安只能算是相敬如宾。这门婚事本就是他魏家算计，魏安心中有愧，对我从来万分容忍，绝无一句冷言。3年相处，他喜欢上了我，也曾同我好好谈过。喝了，都是为你好。3年了，你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母亲，别逼他。我是在为魏家香火着想。是我身子不行。往后日子，我会待你如珠如宝，且绝不纳妾虚婢。只求你能多对我孝魏家骗婚，让我痛苦终生，我恨都来不及，怎会喜欢？当年边关告急，我这才来不及同你告别，害你在家中苦等3年，是我不好。往后，我定会日夜陪伴，与你再不分离。魏征，我如今是你嫂嫂。你为何夺妻？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，怪不得任何人。苏令月，边关3年封杀，我无时刻在想念你，可你却背叛了我，还同我兄长在一起。我没有。哼，既发现不是我，你为何要走？因为我被人下了药。那你为何不寻死？你为什么还要活着？既丢失清白，你就该为我以死明志。原来我的命，在他眼里这样轻。分家之事已定，大半家产留于征地，你随我移府别居。只有我被困在原地，离不开，逃不掉。蓄意勾引小叔子，荡妇贱人！失德之人也配清白2字？你本就是我的妻，与我欢好也理所当然。沈婉妒忌多次暗杀我，我身上都是伤，离不开，逃不掉，活不下去了。你倒还知道来。你，苏令月，死吧，都去死吧！魏家如此肮脏，就该通通给我去死！我也不活了。你既不喜欢魏征，那娘就派人去回绝。前世那顶花轿，把我送进了魏家，也送进了牢笼。可是累了。如何？女儿不愿嫁魏二公子。可是不喜欢？没有眼缘。婚嫁是你一辈子的事，你既不愿，爹不逼你。前世也是爹娘盼我夫妻顺遂，可那10里红妆，换来我一生难。不嫁就不嫁，京中儿郎多的是，咱们再慢慢挑。小姐，您今日是不是在寺里受了委屈？奴婢多嘴。没有，只是有些累。新房门声，脚步声和金球。醒来后，魏安就站在窗前。女子若只能等着被挑拣、被嫁出，被困在旁人门里，重活一次，
也不过从一个笼子逃到另一个笼子。我不能只躲开魏家，小姐，我要银钱、铺子、人手、退路。没事，睡吧。老爷、夫人，魏家送来的。魏二公子昨日归元池前同苏家小姐一见，心中敬慕，回府后辗转难安，故而斗胆地铁，只盼能再见一面，将心意说得更明白些。魏家倒是诚心。魏家二公子想再见你一面，不见。当真不见？当真。令月，你若只是昨日一时没看清，今日再见一回也无妨。魏二公子在京中名声极好，你爹也打听过，不是轻浮孟浪之人。娘亲，他不是良人。可是有人同你说过魏家什么？无人同我说，那些事还没有发生，我若说出来，只会被当作病中胡话。女儿只是不想嫁他。那便回了。多谢爹娘。魏二公子回府茶饭不思，魏夫人也觉得苏家小姐端庄秀雅，与魏家十分相合，两家门第相当，若能结亲，必是京中美谈。令月年纪尚小，此事不急。没事。小姐，魏家又送来了。若是自己有何不周之处，愿当面赔礼，只求苏小姐不要因一时误会断了两家缘分。退回去。是。还在想魏家？令月不愿，我自然不逼。可魏家这般急，倒叫我心里发毛。明日再退一次。若再来呢？夫人，魏家又遣人来了。你连日闷在府中，气色越发不好，今日正该走一走。令月，你瘦了，哪有这般夸张？还说没有？走，我有话问你。说吧，魏征到底哪里不好？我听说他连着给你递了好几封拜帖，你一封都没回，这不像你。你从前最喜欢才貌双全的郎君，魏征不正好合你的眼吗？没有缘分，这话是拿来哄你娘的，也拿来哄我。令月，我不是逼你，我只是怕你受了什么委屈，又不肯同人说。昭宁，我一见他便觉得不舒服，说不清缘由。可婚嫁之事，总不能勉强自己，那倒是。那见我呢？你又偷听？我可没有。我来给月姐姐送喜饼。你自己咬过的也拿来送人？拿错了，这块没动过。月姐姐方才说见魏征不舒服，那见我呢？月姐姐见我时总该欢喜吧？你要不要脸？自然欢喜。我听见了，这话可不能反悔。你倒会顺杆爬。今日我大姐出嫁，家里客多，我一时忙乱，忘了同你说魏家也来了。无妨。苏小姐，魏二公子，我近日数次地铁，皆未能得见苏小姐。今日既在宋家遇见，还望苏小姐给我一个明白。魏二公子，今日是我宋家喜宴，若有话也不该在此时逼问。我到底哪里不好？魏二公子没有哪里不好，只是我不愿嫁。这话够明白了吧？他不愿嫁你，你再问10遍，也还是这个意思。宋三公子同苏小姐倒是亲近，青梅竹马，自然亲近。你少说两句。
所以是因为他？不是，那是为何？前世他也这样，只要他的不甘，从不问我愿不愿。我自问容貌、家世、才学皆不辱没苏小姐，若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，苏小姐尽可直言。既如此，我便直说了。魏二公子这样急着求娶，要叫我害怕。害怕？是你容貌才皇皆好，魏家门第又高，若一门亲事不成，再择庞家便是。为何偏要盯着我不放？我拒过一次魏家地铁，拒过2次，没人上门。如今在宋家喜宴，你仍当众追问，若不是身上有什么见不得的毛病，急着找人遮掩，何至于此？苏令月，魏二公子慎言，这里是宋家，不是你魏。原来如此，我只是顺着令月的话想一想。魏二公子这样急，总要有个缘故。苏小姐，你平白无我清白，是否太过？我只是疑惑，魏二公子若无隐疾，也无旁的问题，那便不该如此咄咄逼人。我不愿嫁你，这一句话，魏二公子该听懂。还要继续问吗？今日之事，我记下了。那记牢些，往后别再来问。苏家小姐当众拒了魏二公子，还是魏二公子这般急着求娶，只怕身上有什么不好明说的毛病。听说是隐疾，魏家急着娶苏家小姐，是想遮掩什么旧疾吧？告辞。她一个小小女娘，竟敢这样说真儿！安儿，母亲怎么了？苏家小姐当众说隐疾，那苏令月当真不识好歹。既然他不愿，母亲不如另择旁人。另择旁人？京中还有几个比苏家更合适的？门第、容貌、性情，哪一样不是好？更何况他父亲在大理寺，苏家亲贵，若能娶进门，对你日后也有好处。对我是说，对魏家。母亲先养身子。此事不能就这样算了。一个女儿家当众污蔑男子清白，他苏家也该给个说法。你这孩子怎能当众说那样的话？是他当众逼问，可你说他有隐疾，这话传出去，魏家怎会罢休？女儿没说，他一定有，只是问他是不是有。令月，你当真这般厌恶魏家？是，爹娘，魏家并非良善之家。今日我若忍让一步，他们便会进3步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知道太多，可如今没有证据。女儿只知道他们太急了，太急便一定有所图。前世那些话都落在我身上，今生第一阵风终于刮向了魏家。娘，不必怕，该怕的是他们。宋家喜宴后，咱们该送份回礼。夫人，宋小姐遣人传话，说她在家中闷得厉害，叫小姐过去坐坐。京中流言还没散，魏家那边也不知会不会再生事。娘，我只是去宋府坐坐。冬儿，多带2名婆子随行。是。小姐，魏二公子，请让一让。苏小姐，我只问几句话，问完便走。不必慌。我到底输在何处？你我不过见过一面，你为何要这样厌我？魏二公子，我已说过，不愿嫁你。总要有理由。理由？你最叫人生厌的，便是这副自以为是。苏令月，你就这般看我？是。魏二公子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苏令月，你是不是因为宋昭京？哼，他不过是宋家一个尚未入世的毛头小子，你竟拿他同我相较。魏二公子，好狗不挡道这话不好听，我便换一句，他不想见你，这还不够清楚？宋昭景，你凭什么替他说话？凭我听得懂人话？他说不愿就是不愿，你问1遍2遍还不懂，难不成要他把话说得更难听？今日街上人多，魏二公子若还要闹，丢的也不是苏家的脸。苏令月，今日的话我记下了，记得住便好，以后莫再拦我的车。月姐姐，没事了。你怎会在此？我不放心月姐姐出门。走吧，我送月姐姐去府里。
出事了，路上遇见魏章，他还敢拦你？已经走了，你赶走的？不然等他在街上继续发疯。喝了这半盏茶，我送你回去。好。魏征再敢拦你，你便让人来送驾。今日多谢你。月姐姐今日已经谢过一次了，那便再谢一次。若我说我不要你谢呢？我只想你以后出门时若觉得不安，就让人知会为生。我先走了。可吓着了？没有。还说没有？你袖口都攥皱了。魏家这般纠缠，实在不像话。可你近日也莫再出门了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前世我回不得苏家，连一封信能不能递出去都由不得自己。娘，我想学管账。什么？我想学着看账，学着管铺子。好端端的，怎么说起这个？不是好端端，这几日魏家纠缠，女儿想了许多。你是被他们气着了？娘，若一个女子只有婚嫁一条路，那她一旦嫁错人，便什么都没了。女儿不是要抛头露面，也不是想学会看账识人管事，哪怕日后嫁人，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，什么都要仰仗旁人。若手中无银、无人、无退路，出了事时连说不的底气都没有。管铺子不是看几本账例那么简单，下头的人未必服你，外边的人也未必肯给你脸面。我知道你会受委屈，总比什么都不会强。此事我不能一人做主，得同你爹商量。女儿等爹娘的答复。娘，女儿想试一试。他要学管铺子。他说不想只把一生压在婚嫁上。我原想劝他，可他说女子若没有退路，嫁错了人，连说不的底气都没有。他当真这么说？是。你娘说你想学管账？是。为何？女儿想先学会看明白一笔账。从前女儿觉得嫁人便是一生大事，爹娘替女儿挑好夫婿，女儿只管安心待嫁。可这几日女儿才知，就算爹娘千挑万选，也未必能看透旁人家门里的事。女儿不是不信爹娘，正因爹娘疼我，我才更不能一辈子只等爹娘替我挡着。爹，女儿想有一点自保的本事。管账识人不是纸上说说便成，账房会欺你，掌柜会糊弄你，外头的衙人更会看你年纪轻，拿假话哄你。女儿愿意学。若亏了银子呢？从女儿阅历和首饰里扣。你那点阅历够扣什么？你想学可以，但有几条规矩。爹，请说。第一，不可独自外出；第二，铺中事务先从账册看起，不许急着插手；第三，若有拿不准的事，回来同我和你娘商议，不可硬撑。女儿记下。城南有一间香铺，生意不算大，也不至于太复杂。你先从那里看起。怕了？不怕，这不是嫁妆，也不是赏赐，这是我的第一条退路。凌月，爹让你学，不是要你从此万事自己扛，你有爹娘，记着这一点。女儿记着。明日让管事带账册来，你先别急着去铺里，坐下，把这些年的账看明白。多谢爹。爹让我练手的铺子在城南，是一家香铺，名叫宁芳斋。小姐，歇一会儿吧。再看2页。冬儿，去把去年冬月的账册拿来。小姐，可是账不对。还不能定，明日去铺里看看。大小姐怎么亲自来了？有事派人吩咐一下便是。父亲让我来看看铺子。自然自然，铺中简陋，大小姐莫嫌弃。咱们这铺子做的都是老客生意，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稳当。香料采买也一直从熟人手里走，大小姐尽可放心。熟人？是，合作多年，价钱公道。这沉香末进价多少？近来货贵，比往年高些。高多少？具体数目都在账册里，大小姐若要看，小的这就取来。不急。这几样香料进价如何？这些都是行情涨落，路上损耗也不少，加上老客折扣。
大小姐第一次来，若有不周到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铺中事杂都是些琐碎活，不比府中清静。大小姐若觉着烦，往后让小的每月送账进府便是。刘掌柜在这里做了几年？回大小姐，已有7年。7年，那想来对铺子极熟。不敢说极熟，只是比旁人多懂些。既如此，明日把这3年采买单、库房损耗单、衙人往来单都送到府里。大小姐，这些都是旧单子，有些怕是不好找。7年的掌柜，连3年的单子都找不齐。小的这就找。明日午前送到苏府。还有，沉香墨那一带利润高的货，摆得太偏了。宁华斋的旧单子，第2日上午才送到苏府。这刘掌柜也太欺负人了，采摆、库房、衙人往来全混在一起，厚厚一摞。他越想叫人看不明白，越说明里头有东西。小姐，歇一歇吧。小姐，宋三公子来了，说是给您送东西。月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月姐姐接了香铺，我来送些用得上的东西。这是我外祖家商行里早年用过的旧账，里头有采买、损耗、回款，还有几处账房最爱钻的空子。我挑了简单些的给你看。你准备得到细，我怕你吃亏。我只是学着看看，未必会被人欺负。这还不算欺负，他们觉得你是闺中小姐，看几日便嫌烦，自然敢拿这些糊弄你。那你觉得呢？你也觉得我会嫌烦？不会，月姐姐若真想做一件事，就不会半途丢开。他说的像早就知道我不是会退的人。这些我收下了。哼，那我算帮上忙了。算。那月姐姐可要记我一个人情。你要什么？先欠着。宋昭景，你又跑到令月这里献殷勤？是啊，我怕月姐姐走弯路。你这哪里是送账册，分明是把心思摊在人家桌上。我又没打算藏。小姐，您昨夜看账册看到3更，今日还看。若现在不看清楚，日后只会被他们糊弄得更厉害。同样的沉香墨，宁芳斋的进价高了近3成，账上却说品质不佳，损耗极大。冬儿，去把刘掌柜昨日送来的衙人往来单拿来。小姐，这人有问题。赵三不止一次，这3年里，铺中大半香料都是从这人手上进的，价钱高，损耗大。偏偏刘掌柜还说他是多年熟人，熟人还这样坑咱们，未必只是坑。若没有铺里的人应着，他一人做不成。那刘掌柜，先不急。大小姐今日怎么又来了？若是看账，小的送去府上便是，何必劳您亲自跑一趟？府里看账，看不出库房里的货。大小姐要看库房？不能看。当然能看，只是库房杂乱，怕污了大小姐的鞋，小的这就带路。打开沉香那箱，香气浮，颜色杂，绝不是账上写的上等货。大小姐，香料这东西，近来市面上的确不如以前。明日把赵三叫来。这点小事，何必惊动衙人？我说，明日叫他来。是。还有，今日起，库房钥匙送到苏，由我这里另派人管。回府。见过大小姐。宁荒斋这3年的香料，大多从你手上走。是，小的同刘掌柜合作多年，向来公道。公道。去年3月，沉香墨每斤8两银；5月每斤9两；8月每斤11两。那是货紧，价自然高些。同月，东街陈记香铺从你手上买的沉香墨，每斤6响7钱。同一个衙人，同一个月份，同一种货，卖给宁芳斋便贵了3、4成。若只是价高也罢，账上又写宁荒斋用这批沉香制香时损耗极大。可我昨日看了库中剩货，那批所谓上等沉香墨掺了不少碎木粉。你抖什么？小的没有。那便抬头回话，这些账是谁过的？你看我做什么？账不是你写的。这3年，每回从赵三手上进货，库房损耗都会比旁日多1倍。若无人配合，单靠一个衙人做不到这般顺。刘掌柜，你在宁芳斋做了7年，竟一次都没看出来。大小姐，小的年纪大了，难免有疏漏。疏漏？7年掌柜，
连3年假账都看不出，若不是蠢，便是贪。大小姐饶命！小小听刘掌柜吩咐，小的不敢私自做主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让人去请父亲身边的管事来。是。大小姐，铺中小事何必惊动老爷？这是苏家的铺子，不是你刘家。账房先关起来，等查明后送官或发卖，由父亲定夺。照3扣下，所有往来单重新查。刘掌柜即日起停职，账目未清之前不许离京。大小姐，小的在苏家做了7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若真有苦劳，便该把账做干净。大小姐，劳烦陈管事带回府中，请父亲过目。是。今日铺子照常开门，谁若敢乱传半句，按规矩处置。是。小姐，您方才真厉害。还不够。小姐，今日又多卖了几盒香膏，陈列一改，客人进门都先看正柜。刘掌柜被查，照3被扣，总会有人不甘心。沉香、糖香一类利润高的货表正柜，寻常香丸放侧边。老客进门，按我写的几句说辞介绍，奴婢记下。黑心铺子，用了你们家的香膏，我家娘子的脸变成了这样。这位娘子先莫急，若真是咱们铺中的东西，定会给个交代。还要什么交代？这便是你们家的盒子。这盒子瞧着像，可咱们像？你们是想赖账？大小姐来的正好，你们苏家仗着门第高，便能拿坏东西糊弄人吗？拿来。宁芳斋的香膏绝不是这味道。这盒香膏是何时买的？前日。谁卖给你的？就是你们铺中伙计。前日谁在柜上？前日小的在，可从未见过这位娘子。自然不肯认。花了多少银子？2两。宁芳斋这款香膏明明卖3两6钱。你说的对，这瓷盒却是宁芳斋从前用过的样式，但这款盒子3个月前已经不用了。铺中如今用的是白瓷描蓝盒，再者，这膏体不是宁芳斋所制，味道不对，油也不对。你说不是便不是，自然不能只凭我说，去后头取铺中现用香膏，再取3个月前封存的旧盒来。是。你若真在宁芳斋买的，铺中有售卖记档，前日卖出几盒，卖给何人，收了多少银子，一查便知。你们苏家势大，账册自然想怎么写便怎么写。这青瓷盒里的东西香的冲鼻，不像宁芳斋的。是谁让你来的？想跑？你们抓我做什么？我只是路过。路过还带着同样的青瓷盒。月姐姐，东西在这里。这是要分头去闹。你还不说？刚才叫的那么响，这会儿急什么？大小姐饶命，民妇不是有心的。有人给了银子，说只要拿着这盒香膏来闹一场，事成后还有赏钱。谁？民妇不知，只见过这个男人。你胡说！要不要报官？送去官府，妇人和婆子一并送去，把今日围观之人中愿意作证的都登记下。大小姐，民妇家中还有孩子，求大小姐。你家中有孩子，便该知道别人家的生计也不是拿来糟蹋的。苏家的铺子验得明白，我们信得过。累不累？你怎会来？我若说路过，月姐姐信吗？你早知道有人要闹事。谈不上早知道，你前头刚换了掌柜，又扣了衙人，难免有人不甘心，我便让人盯了几处场地铺子跑腿的人。今日见这男人鬼鬼祟祟，便跟了一路。月姐姐这么聪明，还用我多说？他拦人抓人，却没有替我做主，人是我审了，话是我问，局面也是我稳的。今日多谢。又谢。那你想听什么？想听月姐姐说，明日若还要来铺子，可以叫我一起。明日辰时来苏府门口等。好。会议男人起先不肯说，官差从他住处搜出剩下几盒假香膏和银票，他便撑不住了。银票经由中间人转手给的，线索暂时断在外城一处衙行。我亲自叫人去查。幕后之人要查，铺子也要先稳住。月姐姐，你到准时。月姐姐头一回叫我，我自然不敢迟。走吧。昨日闹事虽被拆穿，铺中人仍不安。从今日起，铺中所有香膏香丸皆在盒底印上宁芳斋的新记号，卖出时姓名、府上物墨一并写清。如此，再有人拿旧盒来闹，便不能得逞。库房重新盘点，每批香料入户时，由2人验看，2人签字，谁签了字，谁担责。是。昨日闹事，吓走了几位客人，
今日所有进门的老客送一小包安神香，不是赔罪，是谢他们愿意继续信宁芳斋。大小姐，若送的多，会不会亏？一小包香值不了多少，客人愿意回来才是铺子的本钱。小的记下了。他并非不怕，只是怕也不退。大小姐，我家夫人说，昨日瞧着您处置的明白，叫奴婢再来买2盒香膏，替我谢过你家夫人。宁芳斋敢当场验货，反倒叫人放心。忙了一日，先喝口汤。今日铺子如何？稳住了。处置的不坏。你若累，便歇2天。明日还要看新记号的模子。从前让你多绣半个时辰帕子，你都要喊累，如今倒像换了个人。夫人，小姐，宋三公子让人送了东西来。大小姐，新记号都用上了。售卖记当另抄1份，送回苏府。是。做了2日，倒也顺手了。规矩立住，后头才省事。小姐，魏家送了帖子，送到母亲那里了。是，夫人请小姐过去。魏夫人病了，说前些日子宋家喜宴那场误会，叫她心中不安。如今身子好些，想请我带你过去坐坐。帖子写的客气，没有责怪，只说孩子们年轻，撞算不得大事。又说魏夫人素来喜欢我，盼着当面说几句话，免得2家生分。这分明是鸿门宴。你若不想去，娘便回了。去，你要去。魏夫人既递了帖子，又把话说的这般周全，若我们不去，外头反要说苏家无礼。更何况女儿也想看看她病成什么样了。令月，你是不是同魏家有什么旧怨？若说旧怨，那怨已隔了一生。娘，魏家不会无故示好，他请我们过去，绝不是为赔礼。你爹不在府中，若去便明日去，娘陪你一道。冬儿，明日多带2个稳妥的婆子，到了魏府，不许让小姐离你们眼。是。小姐，明日穿这件。小姐，这件会不会太淡？去探病，不必穿得鲜亮。小姐，您怕吗？不怕，怕的人该是他们。苏夫人、苏小姐，里头请。前世我进这座府，满眼红绸灯火，如今白日再走，才知每一道门都能困人。快来，快来！听闻夫人病了，特来探望。令月竟出力的越发好了。前些日子的事，我听说后便病倒了。孩子们年轻，口舌上有些争执，也算不得大事。倒是真儿不懂事，叫你受惊了。魏夫人言重，还叫魏夫人？我与你娘一见如故，又是真心喜欢你。若日后有缘，你便唤我一声娘亲，我也是受得起的。前世也是这张脸，拿清白压我，逼我喝药，罚我立规矩。我已有亲娘，倒不想再多认一位干娘。你这孩子倒是会说话。我是真心疼你。那日宋家喜宴之后，外头流言四起，我听着也心糟。令月，你是清贵人家的姑娘，该知道名声要紧。女儿家的话，往后还是要仔细些。魏夫人教训的是，只是那日魏二公子当众追问，我若不说话，旁人只当我心虚；我若说了话，又嫌我严重。女儿家的名声要紧，难不成被逼问时，也只能低头受着？我不是怪你，只是真儿自幼顺雷，一时受不得冷落，才做得急了些。她心里当真是看重你，被看中的人也未必要嫁。你这孩子性子倒硬。魏夫人过奖。魏夫人没有再提婚事，她同苏母京中喜事，又问苏父近来公务。令月近来在忙什么？听说你接了家中一间铺子。不过是跟着父亲学些看账的皮毛。姑娘家学些钟回也好，只是外头铺子人杂，终究不够体面。日后若嫁了人，夫家也未必舍得叫你劳心这些。那便嫁个舍得的人。若夫家连我看几本账都容不下，那样的人家
不嫁也罢。女子成婚后自该以夫家为重，她要强了，夫妻之间反倒不美。魏夫人今日请我来，是说铺子，还是说婚事？你这孩子怎么句句防着我？我只是关心你。既是关心，那我便直说，我与魏二公子无缘，此事在归元寺前已经说清，后来帖子也都退了，宋家喜宴上也说过一次，今日魏夫人又旧事重提，我实在不明白，魏家到底在急什么？魏二公子容貌才强皆好，魏家门第又高，若一门亲事不成，另择旁家便是。京中高门贵女众多，何必一次次只盯着苏家？不过是真儿心诚。心诚，心诚便可以当街拦车，可以在旁人府上逼问，可以让魏夫人病中地帖，再请我上门听这些话。令月年纪小，说话直了些，还望魏夫人莫怪。苏夫人也是这个意思，儿女婚事本就不可强求。令月既无意，魏家也不必再费心。我也是惜才惜人，令月这般好，我自然舍不得。魏夫人舍不得，也该有分寸。前世我低过太多次头，如今抬头看回去，也并不难。魏夫人身子不适，我们便不多扰了，改日再遣人送些补品来。魏夫人安心养病。今日你话说得太直，你要后悔带我来了。娘只是怕你吃亏，我不说，才会吃亏。苏夫人，魏府管事正在外头同苏家车夫核对回礼，请苏夫人稍等片刻。这点小事也要我等？苏夫人恕罪，管事说有几样礼数不敢错，马上便好。果然不止魏夫人一个人唱戏。娘，我去前头透透气。让冬儿跟着。前世我无数次从这里走过，院墙不高，却把我困得厉害。小姐，凌月，你也回来了，是吗？魏大公子慎言，我家小姐与您并不相熟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有些事并非你想的那样。并非我想的那样。魏大公子想说什么？说你也有苦衷，说你也是被逼无奈。小姐，咱们回夫人那里吧。你拦我，是你母亲的意思，还是你自己的意思？不是母亲，我只是想同你说几句话。说什么？前世之事，我知道伤了你，可我那时也什么？也很痛苦，也很无奈，也不想那样。前世他总是沉默，母亲威胁我时他沉默，魏征回来闹时他沉默，我无路可走时他也沉默。魏安，你这副样子真叫人恶心。令月，小姐，你若真有话要说，就说完；若还是那些替自己开脱的废话，便闭嘴。说。我只是想劝你，别让前尘旧事困住自己。令月，我知道你恨魏家，也恨我，可那时我并非全无悔意。成婚之后，我也想过好好待你。看来你也重生了。你说待我？魏安，你所谓的待我好，就是在你们一家算计我之后，施舍几句温声软语。我当时如何？当时是你母亲哭着求你，所以你没办法，还是你身有残疾，娶不到高门贵女，所以只能要一个被你们骗进门的心腹？你最会装无辜，前世也是这样，明明是你走进婚房，是你穿着你弟弟该穿的喜服，是你接了那杯合金酒，是你上了那张榻，可事后你一句不得已，一句我会待你好，便想把自己摘干净。我没有想摘干净。没有，
那你为何不在进房前开口？为何不在何明酒前开口？为何不在我下不是魏征时停手？不是谁拿刀架着你逼你圆房，不许你说真相。你的腿还在，你能走进那间婚房，那就能走出去。可你没有，你得了骗局的好处，又要旁人信你无辜。魏安，你可笑吗？我后来是真心想护你，护住我不被搓磨了，不被人辱骂了，不被人追杀了，护不住。这只手递过药，挡过训斥，可那些好抵不过那一场恶。你若真有悔意，就该离我远些。我只是不想看你被恨。住口！持刀的人最没资格劝被害的人放下。令月，若这一世我什么都不争，只想弥补你呢？弥补？你最大的弥补就是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魏安，你脏就脏在得了好，却总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。小姐，小姐，咱们先走。魏大公子留步。魏大公子方才拦我，说了许多从前情分，又说要弥补。可我与大公子素不相识，哪里来的从前情分？魏大公子慎言，我的闺名不是你该叫的。魏家前些日子口口声声说是魏二公子心悦于我，所以才一再求娶。可如今魏大公子也来拦我，说什么弥补，说什么日后会对我好。他总是这样，私下哀求，人前却一句都说不完整。我倒想问问魏家，到底是给魏二少爷求娶，还是给魏大少爷求娶？你误会了，我并无此意。若没有，魏大公子为何在你母亲院外拦我？为何句句不薄地只说你自己？为何说要弥补，说日后会护我？苏小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夫人说的是，正因话不能乱说，令月才要当面问清楚，免得日后不明不白，被人算计了还说不出话。魏大公子若真无此意，便请日后离我远些，否则外头的人少不得要多想。魏家这么急，到底是急着替谁娶妻？你何必把话说到这一步？因为你们魏家最擅长把事情做到这一步。令月，既说清楚了，便回家。是。魏家莫是真有这心思，不然一个大公子拦人家姑娘做什么？家中有女儿的，可得仔细些。某家高门有兄弟二人，弟弟容貌出众，哥哥却因旧伤残了身子，迟迟不得成婚。家中主母心疼长子，便打起旁门主意，用弟弟的名义娶来高门贵女，夜里再让哥哥入房。诸位说，那新娘子隔日醒来，瞧见枕边人竟不是自己的穆君，该如何是好？还能如何？女子失了清白，只能认了。这家人也太缺德！可人家偏说是新娘子不守妇道，半夜摸错了门。小姐，这样会不会闹得太大？就是要大。前世我吃过的亏，今生不能再让人轻易吞下去。魏家那边听见，只怕更恨小姐。恨便恨，他们若不曾有这个心思，话本说的再热，也烧不到他们身上。反了！他苏令月是要踩着魏家的脸面过日子吗？去，把老爷请来，再叫安儿过来。如今再闹，只会越描越黑。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她一个小女儿，先无真儿隐疾，又无安儿骗婚，魏家若不出声，日后还如何议亲？那日你为何要拦苏家小姐？儿子只是想同她说几句话。说什么？安儿心善，不过是想劝她莫再记恨魏家，谁知那丫头牙尖嘴利，竟当众攀扯。你还嫌事不够乱？我只是心疼安儿。安儿，你放心，母亲一定会替你寻个最好的妻子。她说的每一句都不是凭空污蔑。小姐，宋三公子来了。宋昭宁又让你带什么？我听说魏府那日的事了。
京城如今还有谁没听说？魏安拦你了。他说了什么？说他想弥补，说他也有苦衷，说让我放下。他也配？月姐姐，魏家到底还做过什么？很多。魏家兄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占了便宜还要旁人体谅他的苦衷。他一边想着算计来的结果，一边装成最可怜的那一个。魏征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他嘴里说喜欢，心里却只认自己想要的。旁人拒了，他不肯听；旁人怕了，他只觉得自己委屈。一个虚伪，一个偏执。以后他们再来烦你，只管叫我。叫你做什么？你能日日守在我身边？能。我知道，月姐姐不信这些话。那便慢慢看。这是我让人新查的几家香料商，来路干净，价钱也稳。你铺子若要换货路，可先从这里看。我今日不是来问你旧事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魏安不配劝你放下，魏征也不配问你缘由。月姐姐想恨谁就恨谁，想做什么就去做。不过若月姐姐哪日想骂人，又嫌自己开口累，也可以叫我嘴也不算笨。你确实话多。那我改日再来多说几句。小姐，苏小姐，魏二公子有事。你如今倒是忙。宋昭景近日常来找你，魏二公子，我家小姐的事同您无关。所以当真是因为他。魏征，我不嫁你，从来不是因为旁人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叫我恶心。苏令月，听不懂吗？我厌你，不是因为宋昭景，不是因为旁人，也不是因为外头流言，我厌的是你这个人。我对你一见倾心，几次低声下气求见，你却究竟要我如何？你所谓低声下气，就是不顾我拒绝，地铁堵路当众逼问。你不是喜欢我，你只是不能接受我没有选你。你自幼顺累，听惯了旁人夸你，你觉得你看上谁，谁就该欢喜，你肯求娶，旁人便该感恩。可我偏不愿，你便觉得受辱。魏征，你在意的不是我，你在意的是苏令月竟然不选你。你倒把我看得清楚。我早该看清楚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从今以后，你离我远些。说我不呢？你这样的人，得不到的时候，最容易发疯。你就如此笃定我会害你？你已经在害我，你每一次纠缠都在坏我的名声，你每一次逼问都只想满足你的不甘。哼，果然，每次都有你。那也比每次都拦人马车的你体面。宋昭景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。他都说厌你了，你们之间还有什么事？没有了。还能走吗？能。你为何不寻死？你为什么还活着？小姐，要不要喝水？不用。
小姐慢些。月姐姐，你不想说的我不问，你不想见的人我替你挡。你想自己说完的话，我便在旁边等你说完。还有，你若哪日觉得我也烦，告诉我一声，我退远些。你倒想得周全。怕你嫌我烦。前世所有人都要我认命，只有他把退路摆到我面前。今日多谢你。月姐姐又谢我。那你想听什么？想听你说，明日若去宁芳斋，可以让我一道。你很闲？也不算，只是月姐姐的事比旁的要紧些。明日不去宁芳斋，后日去。那我后日辰时来。公子，您笑什么？他没说不许我来。月姐姐，你到手时，月姐姐头一回准我同行，我自然不敢怠慢。大小姐，今日有3家退了定香。哪3家？昨日不还说要得急吗？府中长辈听了外头流言，不愿再同宁芳斋牵扯。什么流言？说大小姐管铺子是因被魏家退亲后脸上无光，若买了咱们铺子的香，免不了也要被人议论。分明是小姐不肯嫁魏家，咱就成了魏家退亲。大小姐，要不要先关2日门，避避风头？关门做什么？别人说几句，我们便躲起来，只会叫人觉得真有不妥。那月姐姐想怎么做？既然他们说宁芳斋不体面，那便让他们自己来用。小姐的意思是，调一味新香，不走寻常铺面，送去女眷宴上。若夫人贵女们用了觉得好，流言自然压下去。只靠好还不够，要清雅，要不争，要叫人闻了便知道不是媚俗之物。女眷宴上，宋家倒能帮上忙。昭宁前些日子还说宋夫人要去赵家赏花宴，月姐姐若信得过，我让她替你递进去。这回我记你一个人情。那月姐姐欠我的可越来越多了。你若现在要还，我便让陈管事折成银子给你。银子多没意思。这香叫什么？暂且叫刘春。好名字。明日送去宋府。快点上。这香倒雅，令月亲手调的。母亲不是说赵家宴上那些夫人最爱比香吗？正好带去。你倒会替他张罗。令月这些日子被魏家闹得够烦了，外头又说他管铺子不体面，我就不明白了。男子管铺子叫能干，女子看几本账便叫不体面。你这张嘴，迟早叫你爹头疼。宋夫人今日用的是什么香？闻着倒清净，是令月调的。苏家令月，她管着家中一间香铺，这香便是她亲手调的。她还说赏花宴上脂粉未重，香不宜浓，太浓便压了花气。这倒巧，我素来不爱浓香，这个更好。若喜欢，改日让宁芳斋送些来。小姐，宋二小姐说赵家宴上有5位夫人问了宁芳斋的位置，还有3家当场定了刘春香。这样一来，先前退单那几户怕是要后悔。我就说他们闻过你的香，便说不出那些酸话了。你放心，
我替你夸了半日，嗓子都快干了。下回请我吃茶。苏儿小姐真是帮了大忙。备份谢礼送去，再送2盒馨香。宋三公子那里也送1盒。月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刘春香卖得好，来讨赏。不是已经给你送了1盒？香是香，赏是赏。你想要什么赏？今日不谢我，行不行？月姐姐自己挣来的脸面，比旁人给的都稳。我不过传个话，算不得什么。那我换个赏，月姐姐笑一笑。够了，今日赏得很好。那是沈家姑娘沈婉。前世魏州归来后，她成了他的妻。后来那些南通话和暗手，都有她的影子。魏州来了。苏家姑娘不仅人长得好，手也巧，竟会调香管铺。是这么形式。苏小姐，沈小姐，近来京中都在说苏小姐，一会儿是魏家，一会儿是香铺，倒叫人想不听都难。能叫沈小姐听见，想来传的确实广。魏二公子那样的人，苏小姐竟也瞧不上，倒叫我好奇。沈小姐若觉得好，自己瞧着便是。我只是觉得做人不该太拿教，旁人真心相待，若一味折辱，未免伤人。沈小姐说的是魏征，她若真心相待，便该先学会听人说不。我去透透气，失陪。他有什么好？小姐，沈小姐方才那话听着就不舒服。她心里有魏征，那也不能来刺小姐。她刺我，是因为魏征在看我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。那她该去管魏二公子。她若管得住，前世也不会那样了。小姐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退下！魏二公子有话，便站在那里说。你如今防我，竟防到这个地步。魏二公子若有自知之明，便不该再来。苏令月，你当真要同我闹到如此难看？不是我要同你闹，是你不肯放过我。他不想听。又是你，这话该我说才对。怎么月姐姐走到哪里都能遇见魏二公子？我与苏小姐说话，与你何干？青梅竹马自然能插几句，总比有些人被拒了还要一次次往前凑。归元寺一次，拜帖数次，宋家喜宴一次，接上一次，今日又一次。魏二公子若还是听不懂，那就不是喜欢，是犯贱。喜欢一个人，是叫他日日躲你，是当众逼他，是坏他名声，是让旁人以为他同你纠缠不清。他说的话也是我的意思。大小姐，这2家香料商都愿意按月供货，只是其中一家要先付30%定银。小姐，天快下雨了，看完这份便走。小姐，雨太大了，咱们车停的在后巷，怕是要等雨小些。是宋三公子。你怎么知道我还在铺里？我猜的。我去苏府，听说你还没回。你自己也遮？月姐姐这是心疼我。不遮便罢。
月姐姐，王家那日的话，我不是随口说的。前世也有人说过此生不离不弃，后来那些话连一扇房门都没替我挡住。宋昭景，我不想再把一生交到谁手里。那便不交。小姐慢些。进去吧，别着凉。衣裳湿了，回去记得换。好，听月姐姐的。见过夫人。今日倒是守礼。往日也守礼，只是夫人没细看。坐吧。今日又替昭宁送什么？又是给令月的。是。你近来往苏府跑的勤。夫人说的是。昭景，你同令月自小相识，我也算看着你长大。我没有玩笑，就是有些神分。我知道夫人担心什么。令月如今不想轻易谈婚事，也不想把日子全搭在谁身上，我都知道。你知道，还日日往他跟前凑。我喜欢他，便想离他近些。可我不会逼他点头，也不会拿从小的情深压他。他若愿意看一看我，我就等；他若不愿，我也不会叫他为难。夫人总说我还像孩子，可我想娶令月，他要学看账，我帮他找账籍；他要同魏家断干净，我便替他挡着那些不该来的人。若将来他嫁了你，还要继续管铺子呢？那便管。若外头说闲话呢？那便让他们说我夫纲不正也好，惧内也罢，他好不容易走出来的路，不能因为嫁我，反倒被我折回去。这些话你同你父母说过吗？会说，也会说服他们。你咳什么？奴婢嗓子痒。令月，进来吧。月姐姐，宋三公子送你的。若不喜欢，我再让人改。谁说不喜欢？多谢。就当我心甘情愿。大小姐，这批盐香和白芷都不错。取清水来。这批货有问题。这两家不是才查过吗？先扣下，不许入库。今日验货的人一个都不许离开。是。有人托小的送给苏小姐。沉香末不可用，供货途中被人换过一箱，查城西仓口。小姐，有人提醒我们，今日怕真要出乱子。云纹纸，魏府书房用的就是这种纸。小姐，查送信的人，那这信也查。大小姐，送信的小厮是临时被雇的，只知对方戴着帷帽给了银子。城西仓口也查到，沉香末确有一箱被人换过，最后绕到魏家一个外院管事身上。又是魏家。可若是魏家害咱们，为何又送信提醒？因为有人想做坏事，又想当好人。小明是说魏安前世也是如此。等我退无可退，他递一杯茶，说一句软话，便要我记他的好。小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他既想让我知道是他帮的，那我便成全他。凌月，魏大公子上回还没听懂。我不是来纠缠你，只是那批香料的事，我无意害你。无意？我得知时，货已经被换了。若我不递信，你的铺子会受损。所以我该谢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若真不想害我，早该让那批赃货进不了京，而不是等货进了铺，等我险些出事再递一封信，装成救了我一回。我只是能力有限。魏安，你总是能力有限。你害人的时候，腿不妨碍你，手不妨碍你，等要你担责时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。不是看不起，是恶心。魏大公子，他又拦你，来卖恩。害他的是你们魏家，如今你又想拿半分迟来的好意换他一声谢。宋昭景，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事，就该把你母亲做的那些打算都掀开，该告诉所有人，你魏家到底想借谁的名义娶妻。可你没有。我不能毁了魏家。
所以你就来毁他？他不是来毁我，他是来给自己找一条好看的退路。事情若成了，你便是被母亲逼迫身不由己；事情若坏了，便是暗中提醒过我的好人，横竖你都想干净。就是，你脏就脏在这里，你作恶又想把自己装成受苦最多的那一个。魏大公子，往后再拦他，我不会只同你说话。你要如何？你那条好腿还能撑多久？方才的话，你听懂的倒快。我只是看得清，他不配站在你面前。魏夫人，不是小的不尽心，如今外头那些话传得实在厉害，人家家中都有女儿，怕也是人之常情。怕什么？我魏家难道还能吃了他们？一个个都攀高踩低。从前见我魏家门第，哪个不是上赶着说亲？如今不过几句流言，便都逼成这样。够了！你还说够了？再这样下去，正儿的婚事怎么办？安儿又怎么办？魏家的脸已经被你闹得不够看了，还要如何？我闹，我为了谁？若不是安儿当年为了护我伤成这样，她何至于到今日还娶不上妻？我这个做母亲的，难道不该替她打算？他们嫌安儿残疾，嫌她毁了容，嫌她配不上。可安儿是为了我才成了这副样子，我不能叫她一辈子孤零零的。你若再闹，魏家连最后一点体面都没有了。体面？我的安儿都这样了，你还只顾体面？我该进去劝母亲。你脏就脏在总觉得自己还有资格求原谅。你满意了？如今满京城都说魏家替兄骗婚，你也该如愿了。不是我传的。若不是你去拦苏令月，若不是你那副叫人恶心的样子，他会当众说那些话。大哥，你最好记着，魏家如今这样，都是为了你。小姐，魏家定亲了。哪家？沈家。沈婉。是，外头都传成这样了，沈家怎么还肯？有人不肯信自己会输，沈婉心里有魏征，便愿意把不妥都当成旁人的污蔑。你可知外头说的是什么？女儿知道。知道还要嫁？那些话没有证据。父亲，苏令月不愿嫁，是他眼高于顶。可女儿愿意，魏征那样的人不会做那些下作事。你信他？女儿信。你既执意，母亲便替你再劝劝你父亲。只是婉儿，嫁人不是只看一个男子的脸。我知道，只要我成了魏烧的妻，苏令月便再没有资格横在我们之间。沈家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只是沈家老爷说，婚期不可太急，还要细看六礼。他们倒会拿军，只要有人肯嫁进魏家，局便还能做下去。聘礼单子重新拟，名字上要仔细，别叫人看出错处。夫人，您还要？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更不能委屈安儿。沈婉愿意嫁，
是他自己的选择。苏凌月，你会后悔的。把沈家划出去。小姐，沈家还未曾退单，迟早会退。她若嫁入魏家，便不会再用我的东西。苏小姐，下一季可有新香？也有几个方子还在试。宁芳院如今倒叫人惦记，承夫人们抬爱。苏小姐，我不过同苏小姐说几句话，何必这般防着？沈小姐有话便说。魏家与沈家婚事已定，想必苏小姐也听说了。听说了。那往后还请苏小姐同魏二公子避嫌。他如今是我的未婚夫，苏小姐总同他牵扯不清，传出去未免不好写。沈小姐这话倒该去同魏康说。我从未主动见他，也从未收过魏家的帖子，是他地铁拦车宴上堵人。沈小姐若怕未婚夫丢脸，便该看住他，而不是来拦我。你若无心，他又何必如此？这话有趣。男子纠缠不休，错到成了女子不够无心。沈小姐还未进魏家的门，倒先学会替他们说话。苏令月，你别以为自己如今会叼几味香，便能处处高人一等。我从未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只是也不愿被人踩到脚下，还要笑着说多谢。你不过是为争求而不得，心里不甘，才处处坏魏家名声。我不捡旁人剩下的东西，更不会为了一个魏昭同你争什么。倒是有些人明知前头是火坑，还偏要往里跳，旁人拦不住，便只能看着。你咒我？我提醒你。那便请苏小姐看着，我会嫁给魏烧，也会过得很好。往后离他远些。这句话原样送给你。苏令月，小姐，是魏二公子。走。你就没有一句话要同我说？没有。我就要成婚了。恭喜。你当真不在意？魏征，你成婚与否都与我无关。我不会真的娶沈婉。沈家这门亲事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母亲自有安排。等过些日子，一切都会回到正轨。前世如此，今生换了沈婉，魏家还走同一条路。你不想娶她，便该退婚。你不懂。我懂。你们魏家所谓权宜之计，就是拿一个女子的清白和一生铺路。她愿意嫁你，是她的蠢。可你明知自己不会做她夫君，还任由这门亲事继续，便是恶。我也是被母亲逼的。你们魏家兄弟倒都爱说自己被逼。魏安说被你母亲逼，你也说被你母亲逼。可你们的腿都长在自己身上，嘴也没坏。你不退，是因为你也想占这局的便宜。你不想要沈婉，又不肯坏了吴家的安排。你不甘心做棋子，却还是默许旁人被送上棋盘。苏令月，你把我说的这般不堪，可你又干净到哪里去？你如今同宋昭景走得那么近，难道不是早有私情？魏二公子慎言。
我同宋昭景如何都与你无关，至少他听得懂我说不。你会后悔的。我只后悔当初险些看错了你。又来了。是啊，我来的还不算晚。要不要回府？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这些人明日夜里都要换成自己人，沈家陪嫁丫鬟不能留太多，尤其是贴身伺候的那2个，想法子支开。事到如今还要这般？不然呢？如今京中都在看魏家的笑话，沈家肯嫁是咱们最后的机会，只要明夜事成，沈婉就是安儿的人，他再不愿也只能认。开头已经把话传成那样，你还要照做？正营传成那样才要快，等沈婉入了门，生米煮成熟饭，旁人说什么都晚了。那我呢？真儿，委屈你一晚。明日拜堂后，我会让人给你备酒，你装作醉了，夜里便说边关就有急召，先离京避一避。等安儿与沈婉成了夫妻，你再回来。让我替他拜堂，再替他担名声。你大哥成了这样是为了谁？若不是当年护我，他何至于娶不到妻？你从小什么都有，容貌、才学、前程哪一样不是最好的？如今让你让一让你大哥又如何？母亲可曾问过我愿不愿？你难道真想娶沈婉？我不想娶沈婉，可也不想承认自己只是幌子。母亲，算了吧。你还是怨母亲？母亲做这些都是为了你。我没有撕婚书，没有去沈家，没有报官。所谓阻止，只是坐在这里说一句算了。大哥真高洁，既不想担恶名，又舍不得母亲替你谋来的好处。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你去沈家说清楚啊！去告诉沈婉，明日同他拜堂的人是我，夜里要入房的人是你。正儿，怎么？这话不是实话？够了，此事照旧。明日夜里，正儿饮酒后先避开。安儿，你不必想太多，母亲都会安排好。收好，明日不许出半分差错。是。小姐，茶楼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明日魏家迎亲，几处酒楼都会说新本子，还是不指名道姓，只说某家借地娶妻，兄长入房。别说得太满。奴婢知道，只让人听了多想。我不是要凭几本话本定罪，只是要所有人记得，若魏家出了事，那不是无端意外。这么晚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月姐姐。我无事。我知道，可我想来。明日之后，魏家怕是再也装不了体面了。他们若什么都不做，这些话便只是话本。可他们会做。我不是累，只是前头那把刀曾经落在我身上太重，我如今不过是想让所有人都看清他们。月姐姐，若我一辈子都不想只做谁的夫人呢？那就不只做夫人，你做苏令月，我做陪你的人。你要管铺子，我给你备车；你要出门谈生意，我给你撑腰；你要同人吵架，我给你递茶。若你不想我插手，我就在旁边等。你倒会说。我也会做，不过月姐姐可以慢慢看，看我做不做得到。我送你回房门口。不必。那我送到廊下。宋昭景。明日不必去魏家。我不去，我在外上等消息。好吗，月姐姐？今日过后，我便是魏征的妻，那些流言都会过去。一拜天地。
离场。大公子放心，夫人都安排好了。前世也是安排好了，苏令月被安排成我的妻，被安排咽下苦果。我该站出来，可我没有，我只是叫人换了酒壶，局会乱，却不是我亲手揭发。药怎么会这样重？你做了什么？母亲，算了吧。算了，到了这一步，你同我说算了。出去看看，出了什么事？二公子怎么还没送走？别说了，夫人那边都急了，大公子也不肯去新房。这要是误了时辰，明日沈家那边……大哥，好一出偷梁换柱！我没有进新房，你是不敢进，你想要又怕担名声，母亲替你铺好路，你便躲在后头装清白。明知这婚事不干净，却也默许了。方才听见没有？魏二公子喊什么偷梁换柱？我还听见替兄娶妻。别说了，夫人没了。原来先前那些话本竟不是空穴来风。顾家真敢借弟弟名义替兄长骗婚，魏二公子还弑母了，谁能想到？今日这本子倒不必编了。魏征呢？婆母呢？小姐，二公子被官差带走了。婚书呢？有人说婚书里夹着魏大公子的名。明知前头是火坑，还偏要往里跳。苏令月，你早知道。小姐，魏家出事了。令月，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？魏家那样的人家，走到这一步不奇怪。他每一步都像在避一场早知会来的大祸。苏大人，征儿年少冲动，事事有因。夫人之死是家中混乱之下的误伤，还请苏大人看在同朝为官的情分上，在大理寺那边从轻周旋。魏大人，骗婚之事是真是假，弑母是重罪。至于骗婚，若沈家追究，魏家也逃不过。前世我跪在魏家正厅时，无人替我说一句公道声。小姐，不听了。不必听，他们的苦日子才刚开始。夫人，小姐，魏家大公子跪在府门外求见大小姐。他怎么还有脸来？他说什么？他说想求大小姐念在从前情分上，劝老爷替魏二公子说句话。从前情分，令月，不想见便不见，娘让人赶他走。见，你要见他？他既要跪，便让人看清楚他跪的是什么东西。令月，魏大公子，我说过，我的闺名不是你该叫的。苏小姐，我今日不是为自己来。魏征虽犯了错，可他到底是魏家唯一能撑门庭的人。若他死了，魏家便完了。魏家完不完，与我何干？我知道你恨魏家，也恨我，可我们前世总也有几年夫妻情分。夫妻情分？魏安，你靠骗来的婚事，靠你母亲算计来的洞房，靠一个女子失了退路后的认命，竟也敢说情分？我与你之间从来没有情分，只有你亲手做下的脏事和你事后装出来的无辜。我已经知道错了。你知道错，所以来求我救魏征。
你知道错，所以至今还在拿所谓旧情恶心魏安。你每一次说自己悔，都只是在替自己求一条活路。你若真悔，就该在骗婚那日站出来，就该在你母亲谋算沈婉时站出来。可你没有，你只会等事败了，跪到别人门前，说自己也很难。把他赶出去。小姐，拿大棒。魏安，你若再来苏家，便不只是这几棍。滚！小姐，打得好。还不够。大小姐，魏二公子的判决下来了。小姐要去看吗？去，不是怜悯，只是要亲眼看一看前世叫我去死的人，如今是什么模样。你来看我笑话？是，我来看你受报应。苏令月，你果然狠毒。狠毒魏征，前世边关3年归来，你一剑指着魏安，说他夺妻，又转头骂我不知廉耻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被下药，被算计。你问我为何不去死，想起来了吗？不，那不是，那就是你。今生你也没有变，你明知沈婉会被算计，仍旧默许。你不想娶她，也不肯退婚。你不是被魏家害了，你本就是魏家的一部。小姐，若不是你，魏家不会走到今日。若不是你们自己作恶，谁也推不动你们走到今日。我不过是把你们要做的事提前说给旁人听。苏令月，我是真心想娶你。你的真心就是逼我嫁你，逼沈婉做棋子，逼所有人顺着你。魏征，你爱的从来不是我，是你自己得不到的东西。前世你问我为何不死，如今轮到你自己去死。魏家算计女子，视旁人的命和清白如草芥，今日这些都是报应。报应？那你呢？你害过魏家满门，有，你就没有报应？我的报应是重活一世，还记得你们每一个人的脸。苏令月，冷不冷？走吧。好。魏征今日行刑，沈婉也被人指着骂呢，说他命硬。小姐，外头乱得很。那便不听。我要回沈家！少夫人，老爷吩咐了，您不允出门。沈家传话了，既已嫁入魏家，便是魏家人。好一个魏家人！大公子，老爷吩咐了。又是你们魏家，你们都说不是自己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也许是母亲，也许是魏生，也许是苏令月窗前的落叶。大公子，大公子，大公子！魏征，你看，他们都害我。沈婉疯了，抱着个空木板在魏家祖坟前坐着，下人们都不敢近前。这魏家真是作孽，自作自受罢了。比上月清楚。城西那间铺子还有几笔旧账没理干净，女儿想再查一查。如今说起账目，已有自己的主意，你想查便查。
往后这些事你可自己拿主意，只一样，遇事莫硬撑。女儿记下。你爹这是认输了。什么认输？从前他说姑娘家看账不过3日新鲜，如今倒好，一间铺子不够，还给第2间。今日来是想替昭景求娶令月，请令月过来。苏小姐，宋三公子。昭景，你可想好了？令月如今管着铺子，以后未必愿意只困在后宅。想好了。她若嫁进宋家，还要继续开铺、看账、出门谈生意呢。那便继续。她想做的事，我不会拦；她想走的路，我不替她决定。她若要开铺，我给她备车；若要谈生意，我替她撑腰。她不必为了嫁我，变成另一个人。我怕过红盖子，怕何景久，怕一生夫君之后，前头又是一座牢。可他从未要我交出自己。令月，你自己说。我愿意。成了。既如此，6里的事，月姐姐，还叫月姐姐？成婚前都叫，成婚后，你若还愿意，我也叫。